大家还记得那位火爆全网、56岁离家出走的阿姨苏敏吗？2020年，她在本应安心养老、含饴弄孙的年纪里，选择了抛夫弃女，离家出走，开车游遍全国。最近，在外游历了2年后，苏敏在她孩子的劝说之下回了趟家。因为当时正临近中秋节，女儿一直想让她回家一起过节。但对于回家这件事呢，阿姨是万分不乐意的。自从开车回到河南境内，她的心情就开始变得郁闷，但是又不想因此扫了孩子的心，只好硬着头皮回去了。看到她这么不开心，网友也劝她，不想回不回了，别为难自己。阿姨也很坦诚地说，确实很不开心，一提到回家就会想起过往。说到这，很多人可能只知道阿姨现在的潇洒走一回，却不知道她那被束缚长达56年的过往。如果要用2个字来概括，那这个词一定是压抑。小时候，苏敏是家里的长姐，所以她要无条件照顾2个年幼的弟弟。弟弟们可以每天无忧无虑地坐在山坡上打滚，但苏敏不行，因为她不仅要时刻关注弟弟们的安全，在他们玩完以后，她还要把他们弄脏的裤子洗干净。除此之外，母亲对苏敏的管教也非常严厉，从小到大都是从头管到脚，连剪个头发也不能自己决定。好不容易熬到成年以后，苏敏工作了，有了工资，也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。可苏敏没想到，自己依然逃不出父母的掌控。当时，同龄的女孩都住在宿舍，下了班可以3、5成群的出去玩，但苏敏没有这个机会，父亲要求她必须要回家住。同时，她辛辛苦苦赚的工资也要全部上缴国库，因为作为长姐，要带头给家里做贡献。23岁时，仍然被父母捆绑得透不过气的苏敏，开始渴望婚姻。因为那时候年轻的她单纯地认为，只要结了婚，自己就能拥有梦寐以求的自由了。所以经过媒人介绍，她和一个只见了2次面的男人匆匆忙忙地结婚了。要怎么形容这段婚姻呢？用苏敏自己的话说，她从原生家庭到走入婚姻，就像从一条隧道进入另一条隧道。事实上的确如此，这场让她曾以为是救赎的婚姻，带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而长达30年的时间里，苏敏的目之所及的地方，除了稍纵即逝的光芒以外，全部是黑暗。结婚2年后，丈夫开始彻底地化身为一只铁公鸡，坐车、买菜、买生活用品，不管大事小情，总之家里的每一笔花销，他都要拉着苏敏跟他汇报。如果你问他能抠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回苏敏的妈妈生了病，她拿丈夫的医保卡买了药，结果人家第2天就改了密码。可是如果一切都分割得干干净净就算了，丈夫最过分的莫过于口口声声说着 AA 制婚姻，却要苏敏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家务，他必须免费为她洗衣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。可到头来，不仅得不到1分钱酬劳，连没有一句感谢都没有。他对她的付出永远是理所应当的态度。除了不平等的 AA 制，更让苏敏受不了的是丈夫对自己无时无刻的打压与嫌弃。他总喜欢下意识地反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。他亲一下外孙，丈夫说你口水有毒；他逗一下宝宝，说宝宝好黑呀，丈夫也要反驳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黑点很正常。长此以往，在这个家里，苏敏开始沉默，可这还是免不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被放大。有一次吵架，苏敏气急了，拿起一张板凳想打他，但是回过神来，还是把椅子摔到了一边。可丈夫却大发雷霆，抡起椅子狠狠往她背上砸。有人看了苏敏的婚姻经历后，曾说过一句话：当一位1960年代出生的普通女性走入婚姻，某种意义上是在进行一场豪赌。56岁的苏敏实在不属于幸运的那个。她说的没错，而且从30岁之后，苏敏的婚姻里就几乎没有了性生活。女儿上初3在学校寄宿，家里的夫妻2人开始分房住。
明明是夫妻，苏敏和丈夫就像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即便如此，丈夫也没有放开对苏敏的控制与捆绑。有一年，苏敏参加同学聚会，大家正吃着饭聊着天呢，丈夫突然走进来，他当场对着所有老同学说：“苏敏，她精神有点问题，以后同学会还是不要参加了。”苏敏在漫长道的看不见边际的煎熬中，不是没想过结束这段婚姻，可是有了女儿，她不想她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那等到女儿长大后呢？苏敏又担心女儿找对象时会因为父母离异而被对方看不起。再后来，女儿终于也结了婚了，结果苏敏又要开始照顾2个外孙。于是这30年就是这么过来的。她忍得痛苦又艰难，甚至忍出了抑郁症，还用刀扎过自己。故事的转折发生在2019年冬天，苏敏在手机上偶然刷到一条旅游博主的视频。那个博主开着车，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仿佛就那么一刹那，苏敏被这种自由的感觉击中了。她想，我这一辈子都被困在家里了，我绝不能就这么过去了。于是，就是从这天开始，苏敏决定要逃离。自从有了出逃计划开始，苏敏挖空心思努力赚钱，并且把赚到的这些钱都换成自己日后的必需品：水、食物、帐篷、冰箱、煤气罐。他把它们通通塞进自己前2年打工买的白色小 Polo 车里。在做前期准备的那段日子里，所有人都觉得苏敏疯了，连女儿都觉得她的决定有些草率，那就更别提年迈的母亲。后来碰巧赶上疫情不能出门，丈夫更是幸灾乐祸的讽刺：“看你还出去不？”2020年9月，国内的疫情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，苏敏终于踏上了旅途。这一次，没人能阻拦她找回自我的脚步。而就是在她毅然决然出发后，56岁的苏敏才真正体会到了活着的滋味。早上起床，开车出发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。苏敏喜欢暖和的地方，就一路往南开。活到这把年纪，再也没人能替自己做主。56岁了，苏敏的心情从来没这么舒畅过。到中午，饿了，苏敏利索地支起桌子，打起便携煤气炉。她爱吃辣，就抓起一大把辣椒往锅里撒。其实她一直都爱吃辣的，只是在那么多年的婚姻生活里，她一直被动地迁就丈夫，吃那些清淡没味的饭菜。到晚上，困了，苏敏把帐篷搭在车顶上，抱着从家里带来的玩偶睡去。睡不着，就探出头去看看星空。她不怕睡得晚，因为明天再也不用早起给家里人做早饭了。苏敏的确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，但她从来没这么快乐，这么自由过。望着祖国辽阔的土地，看着各种澎湃自然的美景，苏敏知道自己正在一点点被治愈。就这样，苏敏一个人走走停停过了2年。就在上个月，她女儿带着孩子来看姥姥，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女儿劝她回家的一幕。而事实证明，苏敏的预感没有错。一回到家，2年未见面的老公没有一句关心问候，上来就幸灾乐祸地对她说：“你还知道回来？混不下去了是不是啊？回来了。”2人刚见面没多久，她老公就因为一言不合直接摔碗，以表示自己的不满。他的态度丝毫没有因为在镜头前就收敛，反而还豪横地说：“拍啥拍？拍了我也不怕。”看了这段视频后，很多网友都在劝阿姨离婚。明明是一家人，没办法正常说话沟通，这种男人一辈子可真窝囊，自私自利。这种男人只能说无语，拿出勇气跟他离婚。说实话，阿姨对她老公也不是没有过期待。这次回家，阿姨就天真的以为，经过2年，情况可能会好转。结果没想到，有些人真的会死性不改。但体验过自由的苏敏，自然也不愿意再继续委曲求全下去。她再也不用像当初一样鼓足勇气，这一次，她想走就走。